大年初二这天，我和陆民约好回娘家过年。当天早上，我心血来潮换上和他同样的头像，却意外地收到了他青梅发来的消息：别忘了今天早上10点在影楼拍全家福哦，我和爸妈会在那里等你，爱你哦。仅1秒，对方就撤回了消息。与此同时，陆民也从卫生间走出来，说：滋滋，今天你一个人回家吧，我妈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了，我得赶过去看看她。出门后，我默默跟在她身后，却看到她和青梅的父母其乐融融的画面。这天，我放开她离开，也就此彻底放下了她。江心怡发来的消息，犹如冰冷刺骨的冷水扑面而来，将我回家的殷切期盼浇了个彻底。陆民的头像是他专门找人按照他的模样定制的卡通头像，我觉得可爱，才换上了他的头像，却没想到下一秒就收到了江心怡发来的消息。我不明白他发这条消息是什么意思。正当我想询问他时，陆民从卫生间匆匆走了出来，迫切地告诉我：滋滋，今天你一个人回家吧，我妈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了，我得赶过去看看她。听到这话，我看了他许久，才说：我们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去看妈吧。不用了，爸妈一直盼着你回去看看他们，你怎么忍心让他们白等一场？回去拜年的礼物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让他们等着急了。陆民面色不变，全然没有撒谎的心虚。若不是刚才看到了江心怡发来的消息，或许我会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我淡笑着点了点头，好，你先走吧，我等会儿就回家。陆民神色温柔，在我脸上捏了捏，满含抱歉道：今天是我的错，你回去告诉爸妈，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，就尽快赶过去，到时候任由他们惩罚。说完，不等我回应，便拿着外套匆匆出门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的心一点点凉了下来。以往他从来不会随时带着手机，更不会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半小时。可自从江心怡留学回来，他开始手机不离手，随时都能看见他捧着手机傻笑。他对我的秘密也越来越多。随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眼前，我猛然反应过来，拿上手机跟了过去。开车跟在他车子后面的时候，我还在心里默默祈祷，我期盼着我的猜想是假的，他没有骗我。然而现实扇了我狠狠的一巴掌。陆民上车后就径直开车来到了影楼。隔着远远的一条街，我看到江心怡穿着喜庆的红色大衣，满怀喜悦地跟他的父母等在门口。陆民下车，熟稔地从他的手里接过他的包，满眼宠溺地在他鼻头轻轻一点，嘴唇微动着，像是在说些什么。江心怡娇俏的小脸上染上红晕，像恋爱中的小女人般撒娇着挽上他的胳膊。随后就见他们一家4口向影楼里走去。看着眼前刺眼的一幕，我的心蓦然正痛。陆民不喜欢拍照，每次我拉着他拍照的时候，他总是一脸不耐。所以在我爸妈提出拍全家福的时候，我怕他会不开心，直接婉拒了他们的提议。可看到这一幕时，我才明白过来，他不是不喜欢拍照，是不喜欢跟我拍。多可笑啊！我自以为很了解他，到头却发现我似乎从来不认识他，印证了心里的猜想。我没有久待，调转车头回了家。爸妈见我回来，有了褶皱的脸上满是欢喜，但看到是我一个人回来后，脸上的笑意浅了不少。陆民呢？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本该是嫁出去的女儿回门的日子，而我却独自一人回来。想起刚才看到的一幕，我不想让他们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生气，便用了陆民的借口。他妈妈今早上从楼上摔下来了，他急着回去看他妈妈了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爸妈的脸色才好看了几分，但我妈还是不悦地嘟囔了一声：不管怎么说，也该陪你回来露个脸吧，这要是被我们亲戚知道了，他们又要嘴碎了。恍然间，我想起了他第一次来家里拜访我爸妈的时候，那天不巧，陆民的爸爸去工作的路途中遇上了车祸，他妈哭着要他去医院看看。
那时他身不由己，只能去了医院，继而失了约。我以为他见家长的事情会就此推后，却没想到，当天晚上8点，他风尘仆仆地带着一车子的礼物上门道歉。面对我爸妈的冷脸，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好脾气。我心疼他在爸妈面前的卑微，出声帮他说话。他摇头制止，温声告诉我，我失了约，没有信守承诺，叔叔阿姨生气是应该的，不过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我向你保证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。结婚后如他所言，他会包容我的各种小脾气，事事都让着我，也会把我放在第一位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他就自己买房子带着我搬了出来。面对他父母的刁难，他总是挡在我身前，帮我避免不必要的纷争。身边的朋友见我找了一心想着我的老公，都纷纷表达羡慕，说我有福气。在江心怡没有出现前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，但我忘了，真爱是瞬息万变的。这次陆民没有跟我回来，难免会有见不得人好的亲戚嚼舌根。我回来不过半小时，相亲相爱的家族群里就开始讨论起来了，话题来来回回都围绕着我。我觉得心烦，就设置了不再提醒。正当我要退出微信时，不经意点进了朋友圈，看到了江心怡在5分钟前发的新动态。照片里，她笑容艳艳的穿着红色的情侣款毛衣，站在陆民旁边。她俊逸的脸上被贴上了卡通的3个字母贴纸，分别是 JXY， 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那是江心怡名字的缩写。而在江心怡脸上的贴纸，则是陆民的名字缩写。动态配字是：今天来拍全家福啦，我们的陆哥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啊。在这动态下，陆民和江心怡的共友纷纷评论：我去，配我一脸，你们不在一起，天理难容啊！民政局给你们搬来，你们立马原地领证结婚。我早就说过，心怡和民哥是最配的，当初是谁说他们不配的？出来让我打1巴掌！越看你们照片，我越觉得可惜，童熙他凭什么拿下我们民哥呀？哭死哭死！看着他们的评论，我平静的内心没有半点涟漪。他们不喜欢我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之前我朋友劝过我，不要找有小圈子的男朋友，容易被孤立。当时我不以为然，没想到他的话最终还是得到了印证。我面色如常，正想退出，就看到了条最新的评论，是陆民的。他说：你也很美，胜过所有人。随着他的评论，评论区的发言越来越多，有人艾特他，问：在你心里，心怡漂亮还是童熙？心怡，简单的2个字，将我的内心防线彻底击溃。我有想过他会说江心怡，但真的面对时，还是难免触动了心弦。我眼眶色红，想哭却哭不出来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接下来我没有回家，也没有联系陆民，他也跟失了联似的，没有一通电话，一则短信。而江心怡的朋友圈却在每天更新。失联的第1天，陆民带他去了我一直想去的西林雪山，酣畅淋漓地玩了滑雪。失联的第2天，他带着他去了峨眉山，看了绚丽的日照金顶。失联的第3天，他带着他去了从来不屑去的方特乐园，陪他痛痛快快玩了一场。最后，在过完年的最后1天，他终于想起了我的存在，给我发来了消息。他说：抱歉呐，老婆，最近忙着照顾妈，都没时间联系你。你一个人在家要记得按时吃饭，别让我担心。他不知道，过年的这段时间我都待在我爸妈家里。以前对于他的消息我都是秒回，从来不会让他等待。而这次我视而不见。中午吃饭时，我妈满脸不悦，说：陆民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他妈就算住院了，需要人照顾，也不会24小时都需要人在身边吧？他来一趟又花不了多少时间，怎么一次也没来过？我神色很淡，咽下嘴里的饭菜，淡然道：他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我妈震惊地瞪大了眼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知道他欺骗我的那天，我就打算彻底放下他了。
只是民政局还没复工上班，我也不想让爸妈为我担心，就一直没有跟他们说过想要离婚的事。我要跟他离婚，以后我跟他再也没有关系了。我妈震惊不已，连连说我疯了。当初不然你们结婚，你们要死要活的，现在说离婚就离婚，你疯了还是他疯了？我摇了摇头，想着这事瞒不住，索性全告诉了他们。我爸听了我的话，气得拍桌而起：离，这个婚必须离，心都不在家里了，还指望他以后还会好好对你吗？我妈气愤不已，但也支持了我的决定。有了他们的支持，我更加有底气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家的亲戚把我家的事情说了出去，一个传一个，周边的人都知道陆明为了照顾受伤的妈，回门的时候让我一个人回来了。没多久，同在一个城市的陆明爸妈就知道了这件事，立马给我打来电话，一顿指责：童熙，你疯了是吗？大过年的竟然诅咒你婆婆！面对他们的指责，我依然波澜不惊，用着反问的口吻问他：妈，您没事啊？阿民说你受伤挺严重的，我还想着哪天抽空去医院看看你呢。婆婆听到我的话，哽了一下，到嘴的责骂被生生咽了回去。她是个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什么，她就能猜到一星半点。不过这是她的家事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沉默片刻，她清了清嗓子，改口道：是，我是受伤了，刚睡醒，脑子没反应过来。哦，那您告诉我在哪家医院，我现在就来看看您。仅一秒，她高声反驳：不用，我都要出院了，用不着你来看我。不等我说话，她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也不会自讨无趣，眼看着外面阳光灿烂，我开车回了婚房。不过我没有打算搬回来，而是把东西都搬走。既然有了离婚的想法，我就不打算再纠缠。我不紧不慢地把带来的东西全收进了行李箱。至于陆明给我买的东西，我全放在了二手网站上。沾染了回忆的东西，留着只会徒生悲伤。这些也是见证了我婚姻失败的东西，更没有必要留着。忙完这些事，我把房子收拾了一遍，确保没有留下我生活过的一丝痕迹，才离开。而我没想到，我刚拎着行李回到家，就看到陆民站在家门口，在他的脚下还放着不少礼物。眼看着我下车，他连忙向我走了过来，疑惑问道：老婆，家里什么时候换锁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面色如常，看他的眼神却很陌生。老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话我们好好说，别这样好吗？他伸手想要拉我，而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的接触。陆民，我只问一句，你这几天是真的在照顾你妈吗？陆民带着小心翼翼的俊脸一致，轻笑道：当然啊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了。我凝望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顿感无力。他知道的，我最讨厌欺骗我的人，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欺骗我。陆民，你是不是对自己太自信了？撒谎的时候连草稿都不打。听到这话，陆民脸上闪过了心虚，又很快被掩下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最近一直在照顾妈，真的很累。你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？他心虚的时候，神色会闪躲，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习惯。我看着他，轻笑了一声：好，我不胡搅蛮缠了。民政局明天复工，你抽空跟我去做离婚登记。话音落下，陆民满眼错愕，他不敢相信有一天我会提出离婚。他气笑了：童熙，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与此同时，一道娇俏的身影从他的车上下来，向着我们跑了过来。江心怡穿着跟她同款的羽绒服，站到了我面前，矫揉造作道：西西，陆哥哥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离婚啊？陆民皱眉递了我一眼，看他就这么跑下来，眼底带着些责怪。外面这么冷，你赶紧上车，别冻感冒了。他心疼的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带着他回车里，期间还不忘回头叮嘱我：西西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们等会儿好好聊聊。眼看着他离开，我转身就想回家，邻居正好走过，看到了他的背影，疑惑道：
西西，那个男人是不是你老公啊？怎么还抱着别的女人呢？我回头看了眼，看着陆民抱她上车时的小心呵护，自嘲一笑。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我转身回到了家，任由陆民在外面怎么敲门，我都无动于衷，只是拿过手机发消息提醒他，明天早上8点去民政局登记离婚。随后，我不再看消息，下意识走向了阳台，一眼看去，江心怡又下了车。小跑到他的身边，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陆民脸上划过了纠结，抬头向阳台所在的方向看来。我没有躲，就这么看着他。下一秒，我手机传来震动，是他发的消息。他说：“我不会答应离婚的，你冷静冷静。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”有了离婚想法的那一刻，那个家早已经不是我的家。搬走时，我也毁掉了我们之间所有的回忆，结婚时拍的照片，谈恋爱期间给我的情书、礼物，我扔的扔，卖的卖，到现在还留在手里的，只有无名指上戴着的婚戒。我低头看了眼这枚我们一起设计的婚戒，默默将它取了下来。想到他刚才发来的消息，我联系律师起草了离婚协议书，并把江心怡发的动态全截图保存了下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第二天，如我所料，我在民政局等了一整天，都没有看见陆民的身影。眼看着民政局的人要下班了，我正打算催一下陆民，我妈就打来了电话。接起电话，就听到她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你快点回来，陆民他妈来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连忙开车赶了回去。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到了陆民的妈妈在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没天理呀！我儿子只不过是回家照顾了我几天，我这个不孝的儿媳妇就要跟我儿子离婚，现在他只是嚷着离婚，以后就要我的命了呀！”邻居被他的喊声吸引了过来，纷纷凑到门前看热闹。我连忙走过去劝退了邻居，走进去关上门，却发现来闹事的只有陆母和江心怡。江心怡寸步不离跟在陆母身边，见我回来，故作着急道：“西西，你看你把陆阿姨气成什么样了？你再怎么说也是阿姨的儿媳妇，你快来跟她道歉呐！”看到她假惺惺的模样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我跟陆民离婚，最高兴的不就是你们吗？来我这里闹什么？从一开始，陆母就喜欢江心怡，不管我怎么做，她都不待见我。只要有江心怡在，能跟在她身边尽儿媳妇职责的就只有她。陆母眼底闪过算计，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又从包里掏出了份协议递给我：“你们离婚可以，你必须把这个自愿放弃分割家产的协议签了，你不能从我陆家分走1分钱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气笑了。我不信他不知道陆民这段时间做了什么，更不信他不知道陆民和江心怡之间的事情，竟然还有脸来让我净身出户。我妈也被他的无耻气到了，我怕他被气出个好歹来，让我爸先把他带回房间休息。趁此机会，我给陆民发去了消息，让他来把人带走。毕竟做错事的又不是我，我凭什么要净身出户？很快，陆民赶了过来。江心怡看到他过来，连忙跑了过去：“陆哥哥，你快看看阿姨呀，她好像被气出了病，现在有些呼吸不畅。”陆母看他过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顺着他的话演了起来：“对呀，我感觉好难受。阿民，快带我去医院。”陆民最清楚他妈是什么样的人，面上闪过了无奈：“妈，你没事来这里干什么呀？都说了，这是我和西西之间的事情。你别插手，你是我儿子，我能不管吗？”眼看着他又要撒泼，我忍无可忍，当着他们的面把压在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：“够了，你还没有闹够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婚，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陆民，大年初2，你骗我你妈受伤住院，要去照顾她，结果转头就去陪别的女人拍全家福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吗？”这话落下，陆民脸色变了又变，眼底闪过了慌张，向我走来，想要拉住我。“不是这样的，西西，你听我解释。陆民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江心怡，我退出，我成全你们，算我求你了。
我们好聚好散，成吗？不行。他神色慌乱，有着些许不知所措。不是这样的，西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，我只把心仪当作妹妹。话音落下，旁边的两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特别是江心怡，咬着的红唇都有些渗出血丝。她上前一步，眼底沁出泪花，盈盈可怜道：“是啊，西西，我和陆哥哥没什么的，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吵架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眼前了。”随着他的靠近，一股子淡淡的栀子沁香扑面而来，和陆民现在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莫名的，我有股想吐的感觉。他们孤男孤女相处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不敢想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我向来注重跟异性避嫌这件事。他们也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不信他们不懂这些道理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陆民，你要是不愿意跟我去民政局登记，我就提出离婚诉讼。说着，我又看向了虎视眈眈盯着我的陆母，郑重告诉他：你们陆家儿媳妇的头衔，我真的不稀罕。没事就请你们出去，我家不欢迎你们。事到如今，陆母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就不再纠缠下去，高傲地带着江心怡转身离去。江心怡眼看着陆民不愿意离开，小声说了句：“陆哥哥，我和阿姨是打车来的，我刚才晕车严重，心脏有些难受，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”陆民为之动容，看了我一眼，落下一句：“西西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，我明天再来找你，到时候我们好好聊聊。”经过今天这事，我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住在家里，给爸妈带来麻烦了。索性联系中介帮忙看房，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能尽快住进去。好在中介很靠谱，很快就物色到了适合的房子。我第二天就跟他去看了房，觉得不错，就直接拿了下来。爸妈知道我的想法后，没有阻拦，只是说了句：“这里永远是你的家，记得多回来看看我们。”办完这件事，说要来找我的陆民依然没来。我不想再继续等下去，拿上律师拟定的合同去了他的公司，却没想到我来时，江心怡也在这里。她这会儿正像贤内助那般，站在陆民身后帮他按着太阳穴，陆民则是心无顾忌的闭眼享受。这谁见了不得说他一句贤惠。我眼底闪过讽刺，敲了敲门，听到动静，陆民睁开了眼，眼底闪过不易察觉的惊喜，快步向我走来。我本来打算忙完手里的工作就去找你，没想到你先过来了，也正好，我们等会儿一起去吃个饭。你和心怡之间有误会，我们趁此机会好好聊聊。江心怡脸上的笑意僵硬。是啊，西西，我毕竟是和陆哥哥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不想因为我再让你们吵架了。对于他说的话，陆民很满意，看他的眼神都带着自己不曾察觉的温柔。不用了，我没有跟前夫一起吃饭的癖好，我今天来是给你送离婚协议书的。我把协议书和婚戒一并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。你公司下个月就要申请上市了，你也不想因为离婚的事情影响到上市吧？我只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想清楚了，签字后找我。话音落下，我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，没想到陆民起身跟了过来。西西，你不要再闹了，我和心怡清清白白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他眼底闪过些许不耐，你为什么非要乱想我和心怡之间的关系？还是真如心怡说的那样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别人？他这话无非是在说，我做过跟别人搞暧昧的事情，才会这么去想他和江心怡。我气笑了，也觉得自己愚蠢，竟然喜欢过这样的男人。陆民，事到如今你还要装傻吗？我把在江心怡朋友圈截下的图翻找出来给他看。你一直说你过年这段时间没回家，是因为在照顾你妈，但江心怡的朋友圈在实时记录着你这几天的动向，是不是我不说，你就真把我当傻子了？陆民看到这些截图，猛然倒吸一口冷气，却依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辩解道：“
那段时间他因为总是生病，心情不好，我带他出去玩，只是想让他放松心情，不要在家里胡思乱想，仅此而已。这话说出来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他没爸妈吗？没有别人能陪他了吗？你跟他在外面游玩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被欺骗的我？初二那天回家的时候，那些亲戚在家族群里一个劲编排我，都说我婚姻不幸，不受老公重视，说我迟早要离婚，也说我爸妈没本事，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，被人欺负了都没有兄弟姐妹能撑腰。还有人调侃说我妈在生我时伤了身体，不能再生，让我爸再找一个，给我生个弟弟，这样才算娘家有人。刚结婚时，我一直以为陆民是我的底气，有他在，没有人会再说我和爸妈。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结婚的第1年，他就让我意识到，就算结了婚，也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关于我家的事情，陆民也知道，但他还是这么做了。他在我和江心怡之间，果断选择了他。陆民，在你一次次选择江心怡的时候，就应该清楚我们没有以后了。我不欠你的，我不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对不起，西西，我真的没有想过伤害你。心怡她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受不了刺激。我和她从小一块长大，对我而言，她就是我的妹妹。我没有办法看着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淡然地打断了她的话，把她当老婆也好，当妹妹也好，那都是你的事。而且我们离婚了，你可以名正言顺对她好。你妈不是也想她当儿媳妇吗？你就当尽个孝，娶了她，这样大家都满意了。我要的是一心一意的爱，而不是这种既要又要的不确定性爱。我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没有办法在自己老公对别的女人好时装瞎。你，童熙，你说话别太过分了。我说话就是这样，不想听，你大可以现在就跟我去离婚。他心里放不下江心怡，我给了他能光明正大照顾他的机会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离婚。陆民为了公司上市，已经做了3年的准备，他不可能让他的心血毁于一旦，陆母也不可能让我分走他们陆家1分钱，时不时就给我发来消息，让我答应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，无疑是告诉别人，在这段婚姻里，我是过错方，这种莫须有的锅，我才不会背。然而，不等我等到陆民同意离婚的消息，我的顶头上司就来了电话。他告诉我，这次新项目开发要去国外做具体调研，我打算安排你去一趟，大概需要半年时间，你能去吗？如果换做之前，我会为了家庭毫不犹豫拒绝，但现在我回答得很果断，去。什么时候？听到我的回答，老板愣了一下，疑惑道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结婚了吧？这种事不需要跟你老公商量商量吗？不用，我很快就会没老公了。你把出发时间发给我，我提早做个准备。我的顶头上司是我在大学时的直系学长，我从毕业后就在他公司上班，彼此之间没有太多拘谨，但也只有工作时才有所联系。确定好出国后的工作安排，我又一次提醒了陆民。我以为通过上次的交流，我和陆民之间只有在离婚时才会再见，没想到我第2天去公司交接手中的工作时，又看到了他。陆民一看到我，冷峻的脸上有了些许动容。西西，陆总，您这是想好跟我离婚了吗？不等他说完，我直言问着。不是，我还是想跟你再谈谈。我觉得我们之间真的没有走到离婚这一步。你之前跟我说的，我回去好好反省过了，我意识到了我的问题所在，以后我不会再犯同一个问题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他用着极度卑微的态度求和，而我不为所动。我给过他很多次机会，我想要他对我坦诚相待，可他给我的却是一次次欺骗。陆民，答应离婚很难吗？我说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婚。陆民情绪激动，红了眼眶，说：我也没有想过骗你，不告诉你这些事，是怕你会多想，怕你不高兴。我对江心怡好，只是因为她以前在我被人霸凌的时候帮助过我。至于跟她家人拍全家福，
是因为那是他妈妈的生日愿望，他的家人一直对我很好，我不能做白眼狼，这才答应了他们。于他而言，他没有做错，但于我而言，我不能接受你把江心怡当妹妹，他把你当哥哥吗？陆民，我没有见过哪家的哥哥妹妹会毫无避讳的搂搂抱抱，你们不是小孩子了，一点分寸感都没有吗？还有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不喜欢江心怡吗？面对我的一系列问题，陆民眼底透着几分迷茫。过后，他声音沙哑，看着我一字一句道：“西西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改变。”落下这话，他转身离开。对于他的话，我没有半点动容。然而，到了晚上，我正准备洗漱睡觉时，江心怡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：“童熙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贱啊！嘴上说着要离婚，却还是喜欢在他眼前晃悠。我发在朋友圈的那些照片，我不信你没有看过。你都知道他不喜欢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不放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如你所愿离开陆哥哥的，他这辈子只能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”看他发来的消息，我就猜到陆明跟他说了些什么，刺激到了他。不过这都跟我没关系。我看了消息，没有回复，而是直接把他拉黑删除。办完这事，我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睡觉，却在我一觉醒来后，陆母给我发了张照片过来。我点开一看，竟然是陆民和江心怡同床共枕的照片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发来了语音：“看到了没？我儿子早就不喜欢你了，识相的赶紧离婚，好让我真正的儿媳妇进门。”看到他发来的消息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还真没见过这种自动把出轨证据送上门来的婆婆。我没有理会她，转而把照片发给了陆民，告诉他下午2点民政局见。发完消息，我把陆民和陆母的联系方式删了个一干二净。这次陆民如约而至，准时出现在了民政局。不过他没有以往的意气风发，而是颓败不堪，犹如霜打的茄子，没了精神气，就连眼里也没了光，像死水，没了生机。走吧，去做登记。他哽了哽，伸出手想拉我，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又讪讪地收了回去。西西，昨天晚上的事情是个意外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对你们的私房事不感兴趣。我径自走了进去，根据工作人员的提醒去做了登记。出来后，陆民眼底的疲倦显而易见，却也红了眼。西西，我不会娶江心怡的。哦，随你。1个月后拿到离婚证，我们将再无任何关系。到那时，也正好到出国做调研的时候。我说完这话，转身离开，直到我上车，都不曾再看他一眼。解决了心头大事，我约着我妈出来放肆地消费了一波。而在我肆意的放松心情时，陆家闹开了花。江心怡在陆家闹着要陆民对她负责，陆母也在旁边跟着附和。陆民却坚定了决心，看向闹事的他们俩，冷硬开口：“昨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走错房间？你们俩人心知肚明，我是不会娶江心怡的。之前我对你太好，让你产生了不该有的念头，这是我的错。以后我不会再帮你做任何事，也请你不要再来我家。”陆母瞪大了眼，大声制止。陆民依然坚持己见，并说：“妈，我看你最近有些老糊涂，我帮你安排养老院，进去修身养性吧。”不等他们拒绝，他已经联系好了助理，让他安排养老院的事情。江心怡被他的绝情伤透了心，眼眶湿润，哽咽问道：“陆哥哥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爱了你10几年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回头看看我？因为我不爱你。”陆民回答决绝，严肃警告他：“你再敢去找西西的麻烦，别怪我不顾及两家的情面。对于陆家的事情，我是到正式办理离婚证的这天才知道的。”离婚这天，陆民来得很早，身上却穿着登记结婚那天穿的黑色西装。也很巧，离婚这天正是1年前我们登记结婚的这天。1年前，我们来办理结婚，那时候的我们看向彼此时满怀爱意，对未知的未来充满向往。而1年后，情谊消散，
爱意抚平，我们的眼里不再有彼此，办理离婚速度很快，不过10几分钟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了关系。拿上离婚证，从民政局走出来，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露出了释怀的微笑。对比我的释怀，陆明却笑不出来。他站在我身后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感受到来自他的灼热目光。我回头莞尔一笑：“陆明，再见，这次一别，再也不见。”后来听人提起，我离婚的那天，有个高大的男人像小孩子那样蹲在民政局门口，哭得泣不成声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男朋友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，和我在高铁上相遇，在一起3年。他不肯带我见家长，却为另一个女的欺骗我。他帮我回家应付我爸妈的。我看向他身边的女子，和他珍藏的照片上的人长得一模一样。那一刻，我对他彻底失望，转身挽起边上男人的胳膊。好巧，这是我对象，我们下个月结婚了。高铁上，坐我后方的女人不时发出嗲嗲的嘤嘤声。哥哥，这可是我第一次跟男孩子回家过年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刚准备戴上耳机。小雪别担心，我家人都很好相处。这个声音无比熟悉，是我的男友李云帆。我不敢确信，小心翼翼接着手机的屏幕的反光，偷偷看了眼斜后方，是他无疑。我和李云帆是小学同学，大学毕业后在同一个城市打拼，这才在一起。为了再多玩2年，避免家里催婚，便没有让双方父母知道。这次过年，我俩约好各回各家。李云帆说公司还没放假，让我先自行订票回去。没想到和我订在同一天，同一车次的前后排。云帆哥哥，前面的人座位放这么低，我都没办法伸脚了。叫小雪的边说边踹了2脚我的椅子。椅子是上一位乘客放下来的，若是平时不用后排人说，我就把座位伸起来了。我本就在气头上，更加不想搭理他。前面的，你座位伸起来点，这是公共场合，不是你家。我戴着口罩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李云帆没有认出我，见我不配合，李云帆又敲了敲我的椅子，我这才把椅子放上来。云帆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只是我怎么感觉前面的人好像是苏云姐？女人的第六感真是厉害。李云帆不以为然，不是，她早就回去了。刚刚我看的，苏云她才不会打扮成这样。那你带我回家过年，被苏云姐知道了，她会不会生气呀？我竖起耳朵，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爱李云帆，在陌生的大城市，她带给我家人的感觉。在一起的3年，我们就像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李云帆总说着要早点把我娶回家，可每到节假日，他就不愿带我回家见父母，美其名曰为我好，不想我过早结婚没了自由。我内心知道，他只是想再多玩2年，还没有准备好。可我坚信他一定会娶我。这个叫小雪的女人，我从来没见过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男友回家见父母，还这么暧昧。我很想冲上前问清楚，可理智让我先了解清楚再说。万一误会了云帆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怕伤了他的心。小雪，我唯一想带回家见父母的人只有你。我们在一起，不要提一些不相干的人好吗？好，我就知道云帆哥心里只有我。我控制不住，泪水浸湿了整张口罩。在一起3年，有无数次机会，他可以带我回家见父母，可以商议我俩的婚事，可他却没有。而这个小雪，我是第一次见到她，云帆就带她回家，我成了那个不相干的人，让我如何甘心？我不死心。给李云帆发了条信息，如果他和我说实话，解释清楚，我一定原谅他。云帆，你在哪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云帆哥哥，素云姐给你发信息了，手机居然在小雪那。平时她可是连手机都不愿让我随便玩的人，说什么全是工作。我每次都很懂事，不去玩她的手机。苏云姐问你在哪，什么时候回去？李云帆不耐烦，不用理她，晚点我就说在开会，不回复苏云姐不会生气吗？宝贝，放心吧，她离不开我，
不敢生气的。等过完年，我随便找了理由和他说分手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没收到李云帆的信息，可他的回复被我全听到了。原来他早就打算和我分手，现在更是连敷衍都不想。我抽泣，肩膀上下抖动，惊动了边上的男子。他温柔地递给我一张纸巾，我接过纸巾，紧紧注视窗外。列车驶过的每一帧，都化作我和李云帆的点点滴滴。那年，两个没什么钱的大学生在陌生城市的街头相遇，因为从小就认识，互相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依靠。我们合租在一套房子里，彼此有了照应，久而久之，便有了感情。李云帆对我很好，总是接我下班，带我打卡城市的不同小店。他知道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早饭，会因为我的一句话，坐公交车几个小时给我买我喜欢的东西。每当我认为我们可以结婚了，他总是找理由搪塞过去。第一年，他说我们的感情还不稳固，怕我不了解他的为人，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嫁了。我感动得稀里哗啦。第二年，我想和家里说我俩的事，李云帆一脸不乐意。他说，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嘛，就算不结婚，也一辈子对我好。我傻傻的以为他就是想无条件对我好。第三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没有主动提出来，李云帆自己先说了出来。苏云，等我回去和爸妈说，年后就考虑我俩的事。现在想来，他这是为了稳住我故意这样说的吧？这让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，李云帆总是心不在焉，经常晚上不停地和谁发信息。我问他，他却一脸不耐烦，说是工作上的事。今天我才知道，他的一切反常都跟这个小雪有关系。云帆哥哥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我3年。现在我回国了，就让不相干的人离开我们的世界。手机屏幕中，李云帆爱怜地摸了摸小雪的头。好，都依你。之后，李云帆便靠在小雪身上睡着了，而我的手机开始不停地震动。小雪用她云帆的手机给我发了几十张照片，从她回国，他们第一次见面到今天一同回家过年的点点滴滴。她在向我宣示主权，8成在云帆手机上删了她发的信息。我不信李云帆会为了一个才回国的女人放弃我们3年朝夕相处的感情，她一定是被小雪蒙蔽了。我一张张翻看着照片，其中一张，两人围着一个雪人拍照。李云帆的手冻得通红，嘴角却笑得很幸福。初雪那晚，我兴致高昂，想去堆雪人。李云帆有些不悦，这么冷的天，感冒了怎么办？雪人都是小孩子玩的，我们就在家看看电影好了。我瘪嘴不高兴，拗不过我，李云帆才陪我下楼。全程他都把手插在兜里，耸着肩看着我在雪地里撒欢。为了让他感受到这份快乐，我故意捏了个雪球扔到他身上，本以为他会笑着加入陪我玩，却不想他厉声呵斥：“苏云，你还是小孩子吗？这么幼稚！”他生气地上楼，我也只好跟着他一起回家。而照片中，他衣服上都是雪花，手里攥了个雪球。哦，他只是不想和我玩雪。高铁下一站就到了，后排的两人开始收拾行李。我整理了下自己的妆容，特地在哭红的眼睛周边多铺了一层粉底。我起身拿包，收到了李云帆的信息：“苏云，我刚刚在开会，想你，期待和你见面。”我轻蔑地笑出声，恰好被后排的小雪听见，她也站着整理行李，故意把垃圾往我身上扔。我全部捡起来，又丢了过去。她挑衅地看着我，气急败坏，又扔了几张用过的纸巾过来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也是，李云帆给了她作死的底气。纸巾我也有，刚刚流了那么多泪，隔壁小哥一包纸都被我用完了。我索性抓起一把扔到他脸上。啊！小雪尖叫声吓得车厢里的人一激灵。李云帆见不得他的宝贝被人欺负，他连忙起身，看都不看一眼，用力推了我一下。我吃痛捂着肩膀跌坐在椅子上。云帆哥哥，他欺负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。小雪娇滴滴，
软糯的声音更是激起云帆的保护欲。他一把扯了我的帽子和围巾，我的口罩也在此时掉了下来。边上的小哥想将我护在身后，被我拒绝。李云帆手僵持在半空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云帆哥，教训他！小雪拱火。李云帆一脸心虚，他不敢相信我居然会跟他在一辆列车上。苏云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我内心还是想要他一个答案。他是谁？我满眼恨意。李云帆还不忘将小雪护在身后。那个苏云，小雪是我租的女友，回家应付下爸妈的。他真把我当傻子，应付爸妈，待我这个正牌女友不行，还专门去租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小雪，觉得无比眼熟。他更是得意，牢牢抓住李云帆的衣袖。苏云，你别误会，我这不是不想给我俩压力，这才想租一个女友。他还在撒谎。李云帆，你们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，你还想骗我？你不是准备年后和我分手吗？好，我成全你，我们现在就分手。小雪闻言，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扭头看向李云帆，她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。我不同意，我没说分手就不准分手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李云帆不愿意和我分手之后，光明正大和小雪在一起？小雪急得甩他的胳膊。这一刻，我想起他是谁了。我曾经在李云帆上锁的空间看过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女孩，就是小雪。原来李云帆心里一直有小雪，我只不过是他寂寞时候的消遣罢了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放下，抓住隔壁小哥的手。真巧，在这遇到你们，这是我对象，我们下个月就结婚了。我在李云帆诧异的目光下下了车，他一路小跑尾随着我，一时半会甩不掉他。我只好压低嗓子哀求被我利用的帅哥：“大哥，求求你，帮帮我！”小哥轻笑，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又接过我手中的行李。在他人眼中，我们宛若热恋中的情侣。苏云，你站住！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什么下个月结婚？李云帆见追不上我们，索性行李往边上一扔，快跑2步将我俩拦下。他用力扒开我挽着小哥的手，把我扯到一边。苏云，你今天最好给我说清楚，你哪来的对象？你是不是背叛我了？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李云帆对我这么不信任？你听不懂吗？他是我对象，我们下个月结婚了，你别再缠着我。你去找你的小雪。小雪此时也跟了过来，她扯了扯李云帆袖子，想把他带走，却被甩开。我们现在还是情侣关系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对象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是生气，我租了个女友回家。那还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不承认，小雪根本不是租来的，还认为是我任性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要结婚了，我们结束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懂？李云帆看了看在边上等我男人，见我一脸决绝，他恼羞成怒：“好你个苏云，居然背叛我！”啪！我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到底谁背叛谁？说完，我在小哥的保护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走远，我才松开小哥的胳膊：“大哥，刚刚真是多谢你了，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久。”我深深鞠躬，从小哥手里接过行李就要走。就这么走了？别忘了，下个月我们可是要结婚的。不是，大哥，我那都是骗他的，利用你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刚发现被男友绿了，转头又被流氓缠上了。小哥爽朗地大笑了几声。苏云，是我，蒋飞，你家对门的哥哥，你忘了？小哥取下口罩，我瞪大眼。又是熟人，蒋飞是我家对门的哥哥，比我大3岁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他就考上了别的城市的大学。之后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能碰上面。记得中考时，我的学习不是很好，见我天天不会做题，在家哭，蒋飞便主动来我家帮我补习功课。也是那时候起，我对这个对门的哥哥有了好感。但很快，他开始大学生活，我投入到紧张的高中学习中，我们便没什么交集。蒋飞哥，是你呀？好巧啊，今天让你看笑话了。
蒋飞没有接话，而是把我的行李放到他车上。苏云，我说的结婚是认真的，你考虑下。他一脸坚定，我心中却泛起了苦涩。和李云帆在一起3年，他不愿娶我。和蒋飞相认第1天，他说要和我结婚，人生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。蒋飞把我送回家，爸妈一副有好戏的笑容。和他在的这段时间，我没有看手机，竟不知李云帆给我发了几十条1分钟的语音，还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。我躺在床上一条条往下听。苏云，你别闹小脾气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我可以不计较你今天故意气我，随便拉个人就说要结婚，你也别揪着我这一点不放。小雪是我的初恋，我曾许诺过要娶她，这次就是带她回家走个过场。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？谁还没有个过去？你既然和我在一起，就该接受我的过去，和我一起面对，不是吗？你赶紧回条信息，不就是想要我和你结婚吗？今天这事你跟我认个错，我就带你回家见父母，商量我俩的婚事。到现在，李云帆依旧不觉得自己到底错在哪里，好像他能娶我是多大的恩赐。我心里说不难过是假的，但更多的是恨自己，浪费宝贵的青春在这个男人身上，最后他却连和我结婚都像是施舍。李云帆的电话再次响起，这次我接听了。苏云，这么久不接电话在干什么？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以前我总是会第一时间接他的电话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还没跟我解释，那个男的是谁？你怎么今天才回家？我不会告诉他，我今天才回家是为了和他同时到家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这2天我都是住在朋友家里。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你好好跟我认个错，解释清楚你和那男的关系，我就原谅你，就和你结婚。这不是一直想要的吗？现在满意了吧？以前真是眼瞎，竟没发现李云帆倒打一耙的本事这么大，自己背着我把初恋女友带回家，说什么心里只有他，自己说年后要找个理由和我分手。怎么现在我主动提出了分手，他又不愿意了？李云帆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结束了，以后别再骚扰我，我和他再无瓜葛。你是为了那个男人才这样对我吗？李云帆不死心，为了摆脱他，我干脆承认了。没错，满意了吧？他还想说些什么？电话那头传来小雪的声音：云帆哥哥，妈喊我们吃饭了。可笑，对面爸妈都喊上了，还在这里跟我装深情，真当我这么好欺负吗？李云帆似乎没有之前对他那么温柔，喊什么妈？要吃你去吃。我挂断电话，可算清静了。没想到第2天，李云帆拎着礼物来到我家。苏云，你啥时候找的对象？都不跟爸妈说，等我妈把我喊醒，我才得知李云帆正坐在我家沙发上，他要和我结婚。我蹭地跑到客厅，李云帆，你怎么这么没脸没皮？我都说了我们结束了，别忘了小雪还在你家。爸妈被他忽悠的一时不知替哪一边说话。他知道我爸妈在催我结婚，今天这一出，无非就是想通过稳住我爸妈来给我施压，这样就可以让我被动承认和他的关系。李云帆接过我的话茬，转头向我爸妈解释：叔叔阿姨，是这样的，小雪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把她当妹妹看待。她出国3年，好不容易回国，我理所应当该好好招待她。李云帆颠倒黑白，全然不提他和小雪的风流事，现在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妈对我的婚姻大事很着急，李云帆长得好，又是本地的，工作也不错，她很满意。云帆呐，苏云就是这样有点任性，小情侣哪有不闹矛盾的，解释清楚了就行了。妈，小雪不是什么妹妹，是她的初恋，他们今天在高铁上就卿卿我我，就坐我后排。他还说过完年就跟我分手，我都听到了，他们早就有一腿了。然而，我再这么解释，在我爸妈眼中，我就是吃小雪的醋，他们更加不会相信。李云帆费尽心思把人带回家，为什么还要上门提亲？一时间我百口莫辩。
我妈拉着李云帆的手，嘘寒问暖，仿佛已经是他女婿。这时，隔壁蒋飞家也来了。蒋飞爸妈和他带着大大小小礼物进了我家门，毕恭毕敬说明来意。和李云帆一人前来相比，蒋飞家显得更加的尊重。大妹子，你看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呀，两孩子又走到一起，以后啊就是亲上加亲。蒋飞爸妈将准备好的大红包塞到我妈手里，同时也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。我爸妈顿时傻眼。短短几分钟内，就有两家人说要和我结婚，幸福来得太快。蒋飞悄悄凑到我耳边，呼出的气体让我浑身酥麻。对不起媳妇，来晚了一步，差点让那小子占便宜。我哼唧一声，谁是你媳妇啊？真是无赖。双方僵持不下，小雪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也找了过来。云帆哥哥，你不是说带我见家长吗？怎么跑苏云姐这来了？蒋飞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这是肯定和他脱不了关系。李云帆肉眼可见的急了，他推搡着小雪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说清楚。我和李云帆早就结束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要找过来。小雪闻言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云帆哥哥，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只娶我一个人吗？你说带我见家长，说对我负责，都是骗我的吗？李云帆原本冷漠的脸，看到小雪哭得梨花带雨，忙把人搂进怀里。小雪，不是的，你别误会，苏云是我的女朋友，我来跟她解释下。真恶心，吃着碗里的还想霸占锅里的。我爸妈可算看清他的为人，一改先前热情的态度，把人赶了出去。李云帆不甘心，在门外大喊大叫：苏云，我们谈一谈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舍得就这么放弃吗？我不想这点破事弄得整条街都知道。出门和他谈判。苏云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冷血无情？我们的3年抵不过一面之缘的陌生人，我们同居这么久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已经提前行使了夫妻的权利。你说，如果那个蒋飞知道了，还会一门心思想和你结婚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拿那层膜说事？这是我曾为爱情付出的证据。我不像他，藏着掖着。既然他非要和我在一起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想和我结婚，可以呀，那你就让小雪从你家滚出去，这本就是应该的。现在却被我拿出来作为条件，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，李云帆都做不到。他面露难色，思考许久。苏云，你换一个条件，大过年的，你把一个女孩子往外赶，太狠心了。他就是舍不得。小雪在一旁得意洋洋，宣示自己的胜利。我一个眼神都不想给他，进门高声回应：我要和蒋飞结婚，越快越好。蒋飞把李云帆赶走，我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你后悔吗？我怕蒋飞是为了想帮我解围才委屈自己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甘之如饴？这么紧的时间，两家长辈开始紧锣密鼓准备我俩的婚事。得知我快结婚的消息，小学群里炸开了锅。新郎是云帆吗？当初你俩关系最要好，据说你们又在一个城市工作，想不到我们小学班里还能成就一段佳话。不明所以的同学开始七嘴八舌。不是，群里沉默了几分钟，班长打破了寂静。不如趁大家都在家过年，我们搞个同学聚会吧，时间定在明晚。我本不想去，怕碰到李云帆，又纠缠不清。转念一想，对不起对方的不是我，该躲躲藏藏的也不是我。第二天晚上，我让蒋飞送我到饭店楼下，恰好遇到李云帆，随行的还有小雪。我在几个朋友的簇拥下进了包厢，他俩的座位被安排在我对面。李云帆直勾勾盯着我，小雪让他夹菜的声音都没听到。过几天是苏云的婚礼，不如让新娘子讲一讲和新郎是怎么相识的。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，大家附和着起哄。我尴尬的不知从何讲起，总不可能说我在高铁上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，一气之下就这么稀里糊涂结婚了。见我不吭声，大家又调侃起了李云帆和小雪。小的时候，云帆和苏云玩得最好，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他俩有戏。话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？
李云帆不吭声。小雪可算逮着机会炫耀，我和云帆大学就在一起了。那时候他就说非我不娶。后来我出国留学，他还经常给我发信息催我回国，直到前几天我才回来。就这样被他带回家见了父母。小雪的话无疑又在我伤口上撒了把盐。原来他们从没有失联。李云帆在和我谈情说爱的时候，还不忘关心远在国外的小雪。说来，我不过是他这3年的泄欲工具。如今正主回来了，他自然而然对我厌倦，还缠着我，就是没想到我先放手，让他失了面子。是这样吧？这次聚会，他们成了被人称赞的佳偶，而我则是当代闪婚的代表。我不甘心，我真心实意付出的那3年算什么？是他俩娱乐的玩笑。这对渣男贱女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聚会结束的当晚，我就调出家里监控，把李云帆上门提亲的那段视频发到了班级群里。群里沉寂了很久，有关系好的同学私底下问我究竟怎么回事，我只让他们看视频就好。视频中除了李云帆在我家里舔狗样的求婚，我把后来小雪找上门的那段也一起发了出来。这下李云帆就成了勾搭小雪还不肯放弃我的渣男。终是好奇的同学先打开了话匣子，怎么回事？李云帆不是和小雪在一起吗？怎么又跑苏云家提亲？脚踏2条船啊！据说他们在一起3年了，好像最近才分手。会不会是因为小雪回国，李云帆移情别恋了？那怎么还缠着苏云不放？既要又要，群里各种猜疑，还有人不停艾特我和他。我的婚礼，请大家一定前来喝喜酒啊！我扯开话题，在群里聊到深夜。李云帆都没有发言。小学时玩得好的朋友为我打抱不平，在群里将李云帆一顿痛骂。这还不够，他甚至在朋友圈晒出2人的斑斑劣迹。苏云真是便宜了这对狗男女，浪费了你这么多年青春，他这就是欺诈。我回复了几个笑脸，都过去了。还好我提前认清了他们的面孔。我和同学聊到了深夜，直到第2天睡醒，才有同学告诉我，李云帆昨晚和小雪大吵一架，把小雪赶了出去。许是在小学同学这受了气，迁怒于小雪。小雪当晚流产了，短短几天，他们竟然连孩子都有了。知情的同学告诉我，李云帆晚上说什么也要送走小雪，嘴里说着什么，这样就能和苏云在一起了。他是在完成我说的那个条件。好不容易住进去，小雪怎么愿意走？和他大吵一架。李云帆的父母也不同意将小雪送出去，好不容易盼来的孙子，怎么会愿意让李云帆发疯？当晚，李云帆的爸爸打了他一顿，可架不住李云帆就是要送走小雪。他一把推倒爸妈，拽着小雪直往外跑。李云帆，是你先招惹我的，是你让我回国的，是你承诺要娶我的，我现在跟你回家了，你休想甩掉我。怎么？和我在一起就想起了苏云的好，想回去找他，想得美。咋什么好事你都想占？昨晚的小雪不再温柔楚楚，手里抓着什么就往李云帆身上扔，早就没有之前柔软的模样。李云帆也意识到自己一直被小雪装出来的外表欺骗，李云帆自然对他没有了滤镜，一心想摆脱他。他拖拽着小雪来到大街上，小雪不肯走，他用力一甩手，小雪跌倒在地喊疼。等送到医院，孩子已经没了。李云帆为此背上了一条人命，很难再摆脱小雪。李云帆在医院打电话给我，苏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你不是想和我回家见家长吗？我督依你，你别和别人结婚好不好？原谅我这一次好吗？他在电话里疯狂忏悔。你说苏云，谁能不做错事呢？犯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为什么你不给我一次机会？直到你真的不要我了，我才意识到我心里最在乎的人是你。小雪算什么？她不过就是我的不甘心。我一时蒙蔽了自我，做错了事，你能原谅我一次吗？可是李云帆忘了，我已经原谅了他无数次。这3年的每个节假日，他都拒绝带我见家长，拒绝了多少次，我便原谅了他多少次。我又何尝不知道，
连见家长都不愿意，能有几分爱意？拗不住自己心里有他。我一次次哄自己，他只是有自己的打算，他是爱我的，不然怎么会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？直到那天在高铁上，他说他只想带小雪见家长，他说年后就和我分手，他说这几年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小雪，我才知道我这几年是多么的可笑又荒唐。李云帆，我已经彻底心里没有你了，现在愿意接你的电话，完全是出于我们是小学同学的原因。我快结婚了，以后还是不要再联系的好。挂断电话，我彻底将李云帆的所有联系方式删除。很快，到了我和蒋飞的婚礼当天，我挽着他的手一步步步入婚姻殿堂。他笑着安抚我，我从他的眼中看到星星，是望向我才有的星星。在大家的祝福声中，我们顺利完成了仪式。敬酒时，我在角落的一桌看到了李云帆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一杯杯酒往肚子里灌。蒋飞揽着我的腰，我大大方方举起酒杯，来，敬你一个。李云帆颤抖着举起酒杯，他不敢看我，可他的浸湿的衣袖骗不了人，想必他已是泪流满面，亲眼看着不久前还对自己撒娇的爱人，此刻依偎在他人怀里，做了他人的新娘，这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喝下这杯酒，李云帆便接到小雪的电话，死哪去了？还不赶紧滚回来！酒好喝吧？喝完了赶紧回家。又想去勾搭谁？小雪凶巴巴地在电话里辱骂了李云帆一通。她早在李云帆将她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便对他没了感情，又因为孩子的缘故，李云帆内心愧疚，就任由小雪胡搅蛮缠。李云帆磨蹭了会才站起身准备回家。此时小雪找上门，她站在酒店外破口大骂，要不是保安拦着，恐怕早就上门来教训李云帆。李云帆就这样在大家的注视下，十分没有面子地离开酒席。晚上，蒋飞把我压在身下，终于娶到你了，我的美人，油嘴滑舌。我娇羞地推开他，小云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早之前就喜欢上了你，只是我们为了前程各奔东西。后来你大学毕业，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和你表白，你却有了对象，我便等啊等，这一等就是3年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我竟不知，我也是别人心中朝夕期盼得到的人啊！我从心底接受蒋飞，谁说闪婚没有爱情？这不就是吗？2年后，我和蒋飞有了宝宝，我也顺利在家乡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一日，小学同学约我吃饭，你听说了吗？李云帆被坑惨了。再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还觉得很陌生，许久才想起是谁。那个小雪，她回国之前就有了孩子，就是想找个接盘侠，刚好李云帆上赶着凑上去，他俩才结婚不久。这件事被李云帆知道了，正在闹离婚呢。啊，这2年，李云帆被小雪搞得工作也丢了，小雪还染上赌博，为了替他还债，李云帆家的房子都卖了。现在才知道，小雪的孩子不是他的，自然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我毫无波澜，听朋友讲述这些事。现在的我有幸福的家庭，有孩子，有稳定的工作，任何无关紧要的人和事都不足以影响我的心情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